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又快到芒果飘香的季节了，芒果不仅散发着迷人的香气，吃起来更是甜滑可口，是许多人心目中的最爱。然而，挑选到优质的芒果，能让人开心一整天；而挑到劣质的芒果，则可能会影响心情。前几天我买了一些芒果，准备美美享用，结果剥完皮后，发现里面竟然坏掉了。经过一番研究，我总结了一些挑选芒果的小窍门，想要尽早分享给大家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通过视频来了解一下吧。第一个方面，看外表。在挑选水果时，外表的颜色是一个重要的指标。芒果作为一种受欢迎的水果，它的颜色也是多种多样的。常见的芒果品种，尤其是小芒果，通常呈现出橙黄色，或者有时会偏向绿色。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，建议尽量选择那些皮肤颜色偏黄的芒果，这是因为这些芒果一般接受了更长时间的阳光照射，生长环境也更为向阳。这样的芒果在口感上通常更为甘甜，吃起来更加美味。第二个方面，看外皮。自然成熟的芒果，其表面颜色通常偏橙，并且会出现许多小黑点。这种芒果的成熟度较高，吃起来更加软绵可口。我们仔仔细细的看，可以看到这个芒果皮，它的表面有许许多多的小点点，并且我们可以发现，这种的芒果一般摸起来表面会非常的粗糙。除了这些小黑点之外，芒果皮的表面非常的干净，没有其他任何的大黑点，或者是黑块黑斑。相较之下，如果芒果表皮上有明显的黑块或黑斑，这种芒果的品质就不太理想。黑斑的产生可能是因为在生长过程中遭遇虫害，因此我们不建议购买这种有黑斑的芒果。第三个方面，用手轻轻地按压一下，看一看芒果的软硬度。在购买芒果时，我们会发现市场上有许多不同成熟度的芒果，有些特别软，有些又很硬。那么如何挑选合适的芒果呢？首先，我们需要用手轻轻按压芒果，捏的时候要注意力度不宜过大。观察芒果的表皮，如果它的软硬适中且有弹性，说明这个芒果已经成熟，口感最佳。如果捏起来感觉特别硬，那说明这个芒果尚未完全成熟，回家后也无法立即食用。而如果芒果过于软，虽然可能已经成熟，但这样的芒果不易保存，容易变坏。因此，在挑选芒果时，我们应该选择那些软硬适中的果实，这样不仅可以在回家后立即享用美味的芒果，还可以更好的保存它们。第四个方面，和其他水果一样，我们在挑选芒果时也要注意它的大小。对于同一种类的芒果，最好选择那些细长且扁平一点的，并且个头看起来偏大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同样的水果，通常越大的越好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因为在挑选任何水果时，我们都遵循挑大不挑小的原则。第五个方面，看芒果的形状。常吃芒果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，同样品种的芒果在外形上有所不同。有些芒果形状饱满，看起来圆润而偏短，而另一些则显得偏薄、扁平，整体形态更为细长。在挑选芒果时，很多人往往会倾向于购买那些看起来饱满圆润的芒果。然而实际上，这种看似更好的选择可能并不理想。饱满的芒果通常意味着它的果核较大，因此果肉相对较少。正确的选择应该是那些看起来厚度较薄、形状更细长和偏扁的芒果。这类芒果通常成熟度更高，果核相对较小，果肉较多，购买起来也更划算。因此，下次挑选芒果时，不妨考虑这些细节，以确保选到美味的果实。第六个方面，看芒果的根部。在挑选芒果时，观察芒果的根部是一个重要的步骤。新鲜的芒果根部通常是向外凸起的，
而那些根部凹陷或缺失的芒果则可能不太新鲜。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存放时间过长，导致根部干枯或折断。因此，在选择芒果时，一定要仔细查看其根部，以确保选择到新鲜的水果。第7个方面，闻气味。和挑选其他水果一样，我们的芒果也有其独特的水果香气。越熟的芒果，其香味也越加浓郁，远远就能闻到那股特别浓厚的芒果气味。然而，如果闻起来芒果的香气特别淡，甚至闻不见，那么这可能意味着芒果尚未完全成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建议购买这种芒果。买回家后，口感往往偏硬且酸，味道并不好。完全成熟的芒果在较远的距离上就能散发出浓郁的香气。然而，如果这种香气中带有一点酸味或其他发霉的不良气味，那么很可能是芒果已经成熟过度或坏掉了。这种情况下也不建议购买。掌握以上几个技巧，大家就能挑到又甜又好吃、皮薄肉又厚的芒果了。芒果挑选完后，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保存芒果的小方法。首先，将芒果用清水洗净，确保去除表面的污垢和残留物。然后，用干净的厨房纸或毛巾将其擦干。接下来，准备一个适合的保鲜盒。如果条件允许，可以在保鲜盒底部铺上一层厨房纸，这样可以有效吸收芒果渗出的水分，防止过多水分导致腐烂。将擦干的芒果放入保鲜盒中，尽量避免相互挤压，以确保每个芒果都能得到良好的通风。盖上保鲜盒的盖子，确保密封良好，以防空气进入。延长芒果的保鲜时间，将保鲜盒放入冰箱的冷藏室，确保温度控制在8到12度。这个温度范围能有效延长芒果的保鲜时间。使用这种方法，芒果可保存约10到14天，同时较好的保持其口感和质地。定期检查保鲜盒内的芒果，及时处理变质的果实，以免影响其他芒果的质量。此外，尽量避免将芒果与其他强烈气味的食物一起存放，以防止串味。最后提醒大家，芒果不要和海鲜一起食用哦，以防发生过敏现象。大家在吃芒果的时候也不能多吃，适量就好，不然会给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